多年来，土耳其一直在美俄之间来回摆动，在当墙头草的同时，利益也没少拿。也许是经历了多年来美俄的拉拢，给了埃尔多安一种土耳其也是同等于美俄的大国的错觉。埃尔多安最近可以说直接飘了起来，叫嚷着废弃联合国5场1票否决权。除此之外，他还一次性驱逐了以美国为首的10个欧美国家的大使。据了解，发生这一系列事件的直接诱因主要源于西方媒体的舆论。在土耳其商人奥斯曼·卡瓦拉被土耳其当局抓捕后，美国、德国、法国等数十个国家的大使站了出来为其辩护，要求土耳其当局释放他。可要知道的是，奥斯曼·卡瓦拉被判罚的是间谍罪，这些大使的呼声非但没有起作用，反而是像一道道的催命符，使得土耳其翻脸，直接宣布驱逐10国大使。虽然不清楚埃尔多安的底牌是什么，但在目前土耳其同时得罪了美俄的情况下，最大的可能就是他感到飘了。当然，我们现在也不排除埃尔多安是深谋远虑，走这一步主要是想同西方国家割席。毕竟就地缘政治而言，西方国家对土耳其的拉拢在本质上仍然是西方自我中心主义的世界观，与埃尔多安政府的路线有着天壤之别。简单来说，西方国家试图让土耳其听从美国的主导，彻底摒弃俄罗斯。但埃尔多安正在摆脱凯末尔时代的西方中心主义，他希望借着在美俄之间左右摇摆的机会，回到伊斯兰世界。回过头来，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在2013年塔克西姆广场加旗公园发生的抗议活动是双方南辕北辙的转折点。在此之前，埃尔多安与西方的交流还是非常软弱的，但此后埃尔多安变得强硬。显然，在这个时候，埃尔多安就已经明白，自身不可控的地缘变量成为了土耳其制衡西方的筹码。这次直接的翻脸，更是直接揭开了西方国家外强中干的本质。正如美国兰德智库所分析的那般，西方已非铁板一块，各种激烈的矛盾正在导致西方盟国体系的崩溃。如果在面对敌人的挑衅时，美国没有做出很好的回击，那美国的盟友体系会就此崩塌。尽管美国仍是西方老大，西方仍将在许多问题上跟随美国所做出的决定，但是这改变不了美盟友体系正在走向崩溃的事实。毫无疑问，随着西方世界的衰落，各种分歧和矛盾将进一步加剧，西方阵营分裂是早晚之事。我们最主要的还是做好自己的事儿，不断变强，这是最基本的。近期，美国和土耳其的关系犹如坐过山车般的刺激。前些日子，土耳其刚刚对美国叫嚣，宣称美国如果不卖 F-16战机，就向俄罗斯大力采购先进战机。面对土耳其的威胁，美国非常难受。如果对土耳其开了这个口子，就代表这些年来美国对土耳其的所作所为都会成为笑谈，令美国颜面全失。如果不答应土耳其的要求，土耳其可能就要全面倒向俄罗斯，让美国陷入被动。美国权衡再三，似乎是向土耳其做出了妥协。近日，土耳其方面表示，美国将会出售 F-16战斗机给土耳其，并且美国还将交付土耳其 F-16战斗机的技术。美国这样做无非就是怕土耳其彻底倒向俄罗斯，到时候处处与美国作对，将会大大破坏美国的利益。虽然这样做土耳其也不一定会站在美国这边，但是只要土耳其保持中立，可能美国都能接受。按照道理来说，美国做出如此大的让步，土耳其也应该心满意足。但是土耳其就是不按照常理出牌，让美国都搞不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了。据媒体报道，近日土耳其宣布，美国、法国等共10个国家的大使成为土耳其的不受欢迎人士，甚至有可能将这10国大使驱逐出土耳其。土耳其近些日子的操作可以说是在美国的脸上反复横跳，狠狠地打了美国一巴掌。土耳其如此嚣张，是在激怒还是玩弄美国呢？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首先，土耳其是在回应这些以美国为首的10个国家，在前些天要求土耳其释放反对土耳其政府的人士，因为这是在干涉土耳其的内政。任何一个国家都要做出最为强硬的回击。其次，也许土耳其是有羞辱和玩弄美国的想法，因为美国这些年来反复无常，常常出卖其他国家的利益，把盟友当成获取利益的踏脚石，用完就丢。土耳其也被美国这样对待过，所以土耳其这次以其人之道还其人之身，让人大快人心，让土耳其出了这些年来的恶气。同样也不排除土耳其是彻底倒向了俄罗斯，这是在对俄罗斯表明自己的态度，不会再与美国交好，让俄罗斯放心。但是土耳其这样做肯定是会激怒美国的。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就愤怒地表示，美国已经知道了土耳其这样的行为，现在正在等待土耳其给出合理的解释。美国的忍耐也是有限度的。看来土耳其这样的做法让美国也蒙圈了，完全猜不出土耳其这样做到底是何目的。但是美国现在的沉默和忍让终究是有限的。土耳其如果交不出一个令美国满意的答案，美国可能会给予土耳其最为严厉的打击。毫无疑问的是，无论中国是否愿意或是否承认，中国实际上已经被美国战略家们视为主要战略对手。中美关系从历史上看，每10年中美关系都会更加恶化一次，尤其是从2010年后，中美关系恶化的趋势可以说超乎了外界的想象。而且我们也不难看出，几乎每次中美关系的恶化和摩擦都是由美国人单方面挑起的。哪怕是美国在某些领域有求于中国，这种单方面交恶的形式也没有发生任何变化。就好比时至今日，美国整个供应链可以说非中国不可，但这依然没有阻止拜登在各个问题上与中国作对。所以也不难想象，美国人之所以会放弃双赢，其必然有更加深远的战略背景。就目前来看的话，拜登联合盟友恶华，是因为美国不乐意看到一个强大且统一富强的现代中国的崛起。这样的中国与美国的全球战略不相容。日前发生的一件事件就很好地说明了中美关系为何无法融洽。在上周，美国副总统哈里斯在其重建更美好世界的演讲中发生了一件事儿，直接就给哈里斯整无语了。长久以来，美国第一城市纽约的基础设施一直受到外界的诟病。上个月，飓风艾达更是凸显了这一问题。为此，哈里斯不得不到处演讲稳定局势。结果这次遇到个不按常理出牌的，一位美国的平民直接当面质问正在演讲中的美国副总统哈里斯：既然美国的基建这么烂，那为什么不和中国共建“一带一路”？在问完这一中国问题后，该名男子直接就被特工拷走了。虽然这件事不是什么大事儿，但是从这件事中足以说明美国当下的一些问题，那就是说好的言论自由已经不再适用于当下的美国了。而导致这一现状的源头来自于中国。中国的崛起让美国国内的形势形成了割裂。虽然美国讲究的是快乐教育，但总有明眼人能看出，中国在“一带一路”中所描绘出来的美好蓝图。于是就发生了美国副总统被当众质问，但其却支支吾吾，却始终给不出一个回答，这一尴尬场面。虽然美国当下提倡政治民主化、经济全面私有化、思想自由，但现在美国的民意已经被少数人裹挟了，与之相反的言论将直接被晋升。在这种极度割裂的情况下，中美关系怎么可能好得起来？现在除非是中国主动接受被颠覆或者分裂的局面，否则中美关系未来依然会处于激烈的战略博弈中。据外媒报道，近日俄罗斯一架米格31战斗机在飞行途中突然闯入美国防空区域。美国空军发现俄罗斯战机踪影后，立即派出了一架 F-22猛禽战斗机进行拦截。俄罗斯一直宣称，俄罗斯的米格31战斗机虽然是上个世纪80年代的战斗机，但是依旧还是世界上性能最为强大的重型战斗机，能够配备先进的雷达系统，可以轻松地发现目标并进行追踪，同时装载大量的攻击性武器。而美国的 F-22猛禽战斗机也是美国花了重金打造，被西方国家认为是历史上最为强大的重型战斗机，性能上完全不比米格31战斗机，而且有先进的隐形功能，可以突然向对方发起突袭，令对方措手不及。关于这两架重型战机谁更加强大，美俄两国也互有争论。但是现在毕竟是全球和平的时代，美俄两国不可能拿这两架先进的重型战机在空中厮杀。先不说会不会造成损失惨重的后果，到时候如果双方收不住手，可能会引起更大的争斗。所以以往都是相互试探为主。但是这次俄罗斯的米格31战斗机虽然是率先闯入美国防空区域，率先发起挑战，美国也不甘示弱，立即派出了 F-22猛禽战斗机进行拦截。美军战机试图靠近俄罗斯战机，被俄罗斯战机飞行员发现后，俄罗斯飞行员立即进行加速，使俄罗斯米格31战斗机进入了超音速状态，继续深入美国防空区域。美国 F-22猛禽战斗力也加大马力，但是俄罗斯战机竟然在美国防空区域飞行长达1个多小时。美军战机在俄罗斯战机的身后多次尝试拦截，但是完全无法追上俄罗斯战机，甚至无法干扰到俄罗斯战机的飞行。
看来，虽然美军的 F-22猛禽战斗机性能非常的强大，至少这次在速度上输给了俄罗斯米格31战斗机。要知道，如果这两架战斗机如果真的近距离作战，特别是双方在装备相当的情况下，谁也无法保证在第一轮的迎头打击中就能准确命中目标。谁能利用速度更快的摆脱对方，找到更好的攻击位置，谁就能占据优势。所以飞机的速度快慢将会起到非常大的作用。看来这次俄罗斯战机是出了一次大风头，把美军的战机戏耍了一番。不得不说，俄罗斯人的技术还是非常值得学习。美俄重型战斗机的这次精彩空中较量引起了我国人的激烈讨论。有网友表示，幸好这次美国是真的比较机智，要是派出多架战机进行拦截还是没有拦截到，那可是真要丢脸丢到家了。确实，俄罗斯派出一架战机前来，你美国要出动2架战机进行拦截，就算是拦截到了，其他国家也会说你不讲武德。要是没有拦截到，那美国就真的成为全世界茶余饭后的笑谈了。而且更为重要的是，米格31战斗机只是俄罗斯80后，而美国的 F-22可是美国00后啊。美国战机应该是要做到全面领先才对呀。